3月22号，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，他们成功地击退了俄军在巴赫穆特方向的攻击。俄军在一次进攻中就损失了12辆装甲车，按理说这应该是损失惨重了，但俄军并没有停止攻击，反而在当天依旧在多个战线保持推进态势。这里大兵就很好奇了，俄乌战争进行2年了，俄罗斯还剩下多少部队能源源不断地维持进攻态势？相比之下，乌克兰又过得如何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个问题。在俄乌战场上，地面武装力量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虽然乌克兰军队已经趋近北约化，但其军队建设方向依旧延续着苏联时期的陆军本位。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去年5月份的消息，目前乌克兰军队的现役人数达到了70万人。乌克兰前国防部部长奥列克谢·列兹尼科夫也证明了该消息。然而，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，也就是 IISS 的消息，乌克兰陆军在2023年只有25万人，而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分析的统计，都认为乌克兰的现役人数是不会超过30万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在去年12月份进行了新一轮军事改革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·普京在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下令该国防部将俄军人数增加近17万人，总数达到了132万。同时呢，还要说有200万的预备役部队，也就是说，目前俄罗斯陆军的人数大概在100万左右。而在装甲力量方面，乌克兰和俄罗斯有较大的差距。乌克兰目前拥有520辆各种型号的 T-72， 除了继承自苏联的，还有一些是东欧国家。那么在俄乌开始之后向乌克兰援助的，还有一些呢是型号更老的 T64了、T62， 甚至是 T55， 大约有200多辆。除了这些老伙计们外，乌克兰还从撤退的俄军手中缴获了一些 T90， 不过数量并不多。至于更为先进的北约坦克，其现存数量也不算太多了。豹2只剩下60辆，挑战者2还有13辆， M1A1 还剩下31辆。因此，对于现在的乌克兰来说，对于装甲部队的使用要更加谨慎。毕竟北约援助屡次拖延，主战坦克是打一辆少一辆。想要维持现状，乌军需要发挥每辆坦克最大的作用。而俄军之所以能在装甲部队每天都在伤亡的同时保持全线进攻态势，就在于其主战坦克数量是要远超于乌克兰的。光是 T72 坦克就有2000辆的现役，还有约7000辆的库存。更老式的 T62 和 T64 也在俄乌战场上出现了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量，但根据战前的统计，俄罗斯至少还有1000多辆的老式坦克。除了这些冷战老兵外， T80 坦克也在俄乌战场上出现，但它的表现并不是太好。由于侧面装甲防护薄弱的缺点，即使是轻型反坦克武器也会对其产生较大的威胁。现役数量目前已经被打掉一半了，仅剩下480辆。不过根据战前统计，俄军仓库里大概还有3000辆 T80 尚未被启用。而俄军相对先进的 T90 坦克表现更加良好，只有1/5被击毁。目前俄军还剩下417辆 T90 坦克，同时还剩下200多辆的库存。仅从主战坦克数量上看，乌军大概有700辆老式坦克，加上近100辆北约坦克，而俄罗斯呢，则有13000辆老式坦克以及600多辆 T90。也就是说，一辆乌克兰坦克需要打掉16辆俄罗斯坦克才能维持数量上的均衡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乌军只能通过移动尝试用炮火和地雷逐步消耗俄军装甲数量，硬拼绝非上策。除此之外呢，俄罗斯还有各类步战车、装甲运兵车，数量大概在2万辆以上，其中大多数是 BPM2 和 MTLB。如此多的机动装甲数量，保证了俄罗斯军队能够快速地在前线之间运动。作为对比，乌克兰的轻型装甲数量在1500辆左右，之前打爆过 T90M 的 M2 布拉德利还剩下140辆，瑞典的 CV90 还剩下48辆。而在火炮方面，双方的差距更为明显。各类自行火炮能在远距离对装甲集群造成毁灭性打击，但同时他们也要避免被对方的炮火所压制。因此，谁的火炮数量多，谁就能在炮战中占领主动权。然而，由于北约承诺的100万发炮弹是迟迟未能抵达，而朝鲜在不久前又援助了俄罗斯150万的炮弹。目前呢，
乌军和俄军的炮火差距已经达到了1:10。俄罗斯目前所拥有的各类自行火炮7000余辆，牵引式火炮5000余辆，在俄乌战争中最活跃的也就是 2S19 穆斯塔152毫米火炮，最远射程为36公里，射速为每分钟10发。自俄乌战争爆发后，俄罗斯至少损失了200余辆穆斯塔火炮，但其依旧有800多的存量。而乌军的拖曳火炮只有1000辆，自行火炮更少，不到500辆。比较先进的弓箭手和凯撒自行火炮分别有8辆和44辆，目前尚没有被俄罗斯摧毁的证据。可惜数量太少，无法对战场局势起到太大的影响。从纸面数据来看，俄乌之间似乎有着巨大差距，但我们要注意号称世界第一陆军的俄罗斯，面对实力仅为自己1/10的乌克兰时，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伤亡。当初凭借闪电战一路打到基辅40公里，但没过多久就又被推回到了卢甘斯克。现在凭借着100万大军和10倍以上的火力，每天也只能取得数公里的进展，同时还要付出巨大的伤亡。作为俄罗斯最强大的陆军，表现都如此拉胯了，就更别提空军和海军了。不过既然是全面对比，我们接下来就来再看看两国空军的实力。在苏联解体后，乌克兰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。为了改善民生，乌克兰空军将大部分国有资产变卖，只剩下最低程度的防备，并且在之后也没有继续研发属于自己的空军。所以目前乌克兰空军所使用的战机都是苏联时期的老东西，包括55架米格29、14架苏24、20架苏25以及31架苏27。其中苏24经过改造，可以发射北约援助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。该导弹的作战范围达到了500公里，足以从敖德萨覆盖整个克里米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北约的计划，在2024年将会有61架 F-16抵达乌克兰，首批将于今年夏季抵达。这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说是一次极大的增强。凭借 F-16优秀的制空能力，未来的乌克兰空军在抢夺制空权方面拥有和俄罗斯叫板的资本了。除此之外乌克兰还拥有27架运输机、3架安30侦察机。导弹除了我们刚刚提过的风暴阴影之外还有一系列北约标准导弹，比如 AIM-120、响尾蛇、AGM-88 反辐射导弹等等。而乌克兰的防空部队的表现最近则比较亮眼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大兵这2期视频。而在装备上，乌克兰防空部队除了传统的 S-300外，还有北约援助的 MIM-104爱国者、鸢尾花以及复仇者，总数量在400以内。而俄罗斯空天军在数量上依旧呈碾压态势，目前俄军大概约有1000架空优或者多用途战机、400架攻击机、64架重型轰炸机、62架战略轰炸机。然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绩却有些不尽如人意。在俄乌战争之初，俄军试图通过效仿沙漠风暴行动，利用空军优势瞬间摧毁乌克兰的防空体系。然而直到北约新一轮军援到来，乌克兰的防空体系还没有被摧毁。这里面主要原因可能是俄罗斯空天军的情报侦察能力严重不足。目前俄军只有6架可操作的 A50 空中预警机，20架左右的伊尔22空中指挥机，而在大型无人侦察机领域更是一片技术荒漠。失去空中预警机的指挥，俄空天军的飞行员就不得不以身犯险，进入危险地段攻击目标，放弃了4代机超视距打击的能力。而俄罗斯防空部队更是重量级，虽然有着2600余辆机动短程防空系统、2000余辆 S-300、450余辆 S-400远程防空系统，但当他们面对空军力量薄弱的乌克兰时，不仅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，还屡次痛击了友军。有传言说，之前乌军击落的2架 A50， 就算被俄罗斯自己的 S-300防空导弹给打下来的。而一些俄罗斯媒体也早在2022年就爆出了 S-300系统的敌我识别模块存在很大的问题。目前大兵尚没有查到俄罗斯对现存的 S-300进行过大规模改装行动。也就是说，这2000多辆的 S-300比起命中乌克兰战机，还是击中俄罗斯战机的概率更大。这种情况只能用抽象来形容了。不过归根到底，乌军还是少数，俄罗斯空天军有如此庞大的基数，就算被打掉10几架甚至上百架都不会伤筋动骨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出现匮乏后，俄罗斯空军的出动频率愈发明显。目前俄空天军正在乌克兰南部前线大规模的使用滑翔炸弹。
而在3月21号开始，俄罗斯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，在24小时之内，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发射了40枚 Kh-101、Kh-55 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各种型号的空射巡航导弹。同时，俄罗斯的 S-300防空系统和德军的88炮一样，也能用于对地攻击。在当天夜里，俄军发射了22枚 S-300导弹，用于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。目前，这场袭击行动仍未结束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两国在海军方面的差距。在苏联解体后，乌克兰的造船业基本停滞不前了，又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时期，紧接着又经历了克里米亚事件，这使得乌克兰海军几乎无暇发展。而在2022年，俄罗斯在发起俄乌作战时，优先对乌克兰港口展开占领，并俘虏了大量乌克兰海军船只。目前，乌克兰海军已经没有大型舰艇了。最大的主力舰为257吨的马特卡级导弹艇，以及其他20余艘低于150吨的巡逻艇。然而，虽然没有巡逻艇，乌克兰海军却点出了另一个黑科技，那就是自杀式无人艇。2022年11月，乌克兰政府宣布开发一种射程可达800公里的乌克兰水面无人机。该船在2023年7月2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国防工业博览会上首次亮相，名为马古拉 V5。这是一艘只有5.5米的小船，排水量不到1吨，但它携带的200公斤炸药却能对俄罗斯海军造成极大的威胁。截止目前，乌克兰海军已经使用该武器击沉了5艘俄黑海舰队舰艇，甚至连停在俄军港口里的登陆舰都没有放过，这无异于骑在俄军身上打俄军的脸。俄罗斯当然想过办法，试图在自杀艇接近前就用舰炮将其摧毁，但是由于马古拉太小，俄军的雷达和火控系统难以将其瞄准，最终呢也难逃一劫。目前乌克兰大概还有20多艘自爆艇。俄罗斯黑海舰队在俄乌战争中受到重创后，基本已减员1/3了。旗舰莫斯科号被击沉，目前还剩下5艘护卫舰、4艘大型登陆舰、7艘常规动力潜艇。当然，黑海舰队仅仅是俄罗斯海军的一部分。目前，俄罗斯只剩下1艘航母，也就是俄海军旗舰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。不过呢，它现在已经退出了作战序列，正在返厂大修。除此之外，俄海军还有2艘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、2艘斯拉瓦级巡洋舰、10艘7000吨左右的驱逐舰、90艘护卫舰、12艘战略级核潜艇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啊。虽然乌克兰目前能够和俄罗斯抗衡，但双方在实力上依旧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北约此时不能再保存实力，否则乌克兰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恐怕会不太好过。对此，各位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发表在评论区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